第8届东方经济论坛于9月10号到13号在俄罗斯滨海边疆区首府弗拉迪沃斯托克远东联邦大学举行。本届论坛主题是走向合作、和平与繁荣，有包括5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内的约7000人参加，其中中国、缅甸、印度、蒙古国和老挝代表团的人数较多。论坛涉及招商投资、改善营商环境、加强俄远东与亚太发展合作等诸多内容。不仅如此，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也将借着论坛与普京进行元首会面。普京俨然把这一届东方经济论坛从经济唱主角变成了重要主场外交活动。那么，东方经济论坛能否成为俄罗斯突破当前困局和着力长远发展的一个重要外交窗口呢？一起来洞察关键。我们看到，在这次讲话当中呢，普京还特别提到，准备不按西方模式而合作的国家数量正在增多，遵循自身利益的国家之间的真正商业合作空间正在扩大。盛老师又怎么来看？像现在那个金砖国家，它的那个经济总量慢慢已经超过了那个西方7国集团了。中国也是这样，中国走的不是西方的路啊，中国的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不是照搬照抄西方的模式，而且成效很明显。美国现在也觉得中国是一个威胁。怎么想呢？就是说，不是说中国经济发展快，中国经济体量大，但这个没关系，美国不怕，怕的是中国这个模式很成功，对其他就非西方国家有很大的吸引力。咱们可以看到，最近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来访问啊，对那个深圳、对南方的这个经济发展模式、改革开放发展那么快，非常有兴趣。对，中国这个经验呢，对一些南方的国家、对原先的后进国家很有吸引力啊。这个呢，从一个侧面呢，美国西方也觉得这是一个对我们的是一个挑战，需要应对。普京总统这个讲话来说呢，的确非常反映现实。我们注意到呢，此次论坛还特别关注爱国主义作为主权和支持特别军事行动基础的话题，这似乎跟东方经济论坛重点讨论经济合作的初衷是有所不同的。那东方经济论坛涉及安全议题，对此怎么来解读呢？其实有一种这种回应 G20 的意思在，也有一种谴责 G20 将经济论坛开作政治会议的这样的一个意味。那除此之外，那从今年这个俄乌冲突发生了一些变化，我可以看到乌军对于俄境内的设施是有所进行的打击，在导致了俄境内的安全存在着一系列的威胁。那普京总统将爱国主义教育和安全议题纳入到东方经济论坛所讨论的内容，来回应外界对俄罗斯保证安全自主，或者说保证国内安全的这样的一个信心。因为俄罗斯想通过东方经济论坛这个吸引外资，谈合作、促开放，你必须让外国看到我有能力保障自己的安全，这样外国才可以去安安心心的去俄罗斯进行投资。东方经济论坛是2015年的时候普京倡导设立的，到现在已经是8年的时间了。在当前俄乌冲突陷入焦灼，俄罗斯不断的被美西方制裁的这种背景之下，这一次的东方经济论坛能否成为俄罗斯突破困局的一个关键呢？那么外界对于俄罗斯的经济未来的走向以及它的这种战略的目标是十分关注的。对于俄罗斯的制裁其实是威胁全世界的经济安全的。那么这样的一句话其实更加能表达出来，俄罗斯虽然是在外部压力极其严峻的状态下，但是俄罗斯没有与世界孤立，俄罗斯也不可能站在这种与世界孤立的舞台上。可以看到，东方经济论坛已经成为普京总统在达到俄罗斯经济对外开放或者与友好国家和东方国家、南方国家合作的桥梁，体现出俄罗斯寻求对外开放、寻求与他国进行合作、突破现有的封锁、突破现有的制裁的一个决心。
在本届东方经济论坛上，最受世界关注的一定是普京与金正恩的会面。据9月12号消息，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应俄罗斯总统普京邀请，已经到访俄罗斯。这也是金正恩继2019年4月访问俄罗斯之后再次到访。那么，普京与金正恩究竟会谈哪些合作？美西方又有什么反应呢？一起来洞察关键。我们看到，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呢，在12号的时候已经抵达了俄罗斯。那按照普京新闻秘书佩斯科夫的说法，这是一次全面的访问。您怎么来解读？这是非常重要的一次访问。为什么这么说？现在呢，对那个俄罗斯来说，朝鲜的意义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重要。一个是朝鲜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支持俄罗斯对乌克兰特别军事行动的国家。第二个，俄罗斯现在是世界上遭受西方的制裁的最多的国家，15000多项。朝鲜多年来也是受了那个西方制裁的苦，所以两个国家在对付西方制裁这方面有共同的任务、共同的命运，要抱团取暖。对，第三个，现在呢，俄罗斯尽管那个军工力量很强，但是1年半以来的对乌的军事行动武器消耗很厉害。朝鲜呢那么多年很重视军事建设，它已经积存了大量的火炮跟其他的重武器，还有特别是这些大口径火炮的弹药。这个呢，恰恰是俄罗斯现在很需要的。还有一个，俄罗斯现在的粮食多的是用不完，每年出口5、6千万吨粮食吧，西方美国制止它那个阻碍它的粮食出口，正好朝鲜需要粮食。还有，朝鲜很需要能源，特别是原油，俄罗斯也是这方面非常丰裕的。还有一个物流，俄罗斯现在呢能源出口在西方遭到了很大的阻碍。但是呢，朝鲜多年前俄朝就已经商量过，俄罗斯要向朝鲜建那个输电线，建原油管道，建那个天然气管道，而且还可以能从那个朝鲜呢往韩国发展，而且可以从朝鲜的港口呢往日本输出。所以这个两个国家呢，在安全、外交、经济、军事各领域呢都有很多合作的项目可以谈。杨先生，我们看到在这一次这个论坛举行前夕呢，美国的媒体就提前的放风，美西方的媒体也用罕见来形容。你有什么样的观察？实际上，如果对比看2019年4月份和今年这个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2019年的时候俄美关系还没有恶化到现在的地步。而朝鲜呢，当时还在跟特朗普搞这个金普会，朝鲜可以说在俄罗斯和美国之间也是玩一种平衡。但今年这个形势就不一样了，俄朝关系可能会有实质性进步。美国西方媒体的对这些报道实际上也是证明了美西方是紧密地关注双方的这个态势。那其实这次美西方媒体高度关注的还有一件事情，就是朝鲜会不会对俄罗斯提供武器。那此前呢，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他在白宫就对媒体表示，如果朝鲜对俄罗斯提供武器的话，那么将遭到国际社会的唾弃，会为此付出代价。您怎么来看美国方面对朝鲜做出的这个所谓的警告？他们担心的是俄罗斯和朝鲜之间一旦有了核之间的交流，那么使得两个这种拥核国家在这个亚太地区的局势就会变得不稳定，就会打乱美国在东北亚甚至在亚太地区的前期所进行的这样的一个部署。那除此之外，美国还担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朝鲜和俄罗斯两个国家的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常规关系要提升到另外一种层次。那俄罗斯会否跟朝鲜举行联合军演，也是美西方高度关注的一个问题。就在今年7月，俄罗斯的防长绍伊古访问朝鲜的时候，他就在这个金正恩的陪同之下参观了朝鲜方面的武器装备展览，而且他也提到了这个跟朝鲜进行联合军演的这样一个可能性。但针对这个问题，朝鲜方面好像似乎没有给出一个明确的回应。朝鲜方面到底是怎么想的？我们知道，朝鲜半岛的这个力量对比美日韩是一边，
朝鲜就显得形单影只，所以这种力量的不稳定对朝鲜是极为不利的。那么我感觉俄罗斯提出和朝鲜进行联合军演，这对于朝鲜是一份大礼。朝鲜半岛战争之后，朝鲜就没有跟任何国家举行过联合军演。是的，而且还和韩国处在这样一种严重的对峙局面下。但是朝鲜，他希望能够通过这种高层会谈的时候，用更大的范围，从中获得更大的利益，来与俄罗斯开辟新的这样一个军事合作局面。所以我感觉，俄朝这次首脑会晤可能在军事经济合作之外，军演也可能会在他们达成的协议之内。朝鲜内部的一个考量就是，如果和俄罗斯进行了军演，会不会造成东北亚局势的再次的这样的一个不稳定？我们看朝鲜，不管是这个发射的这样的这个远程导弹，还是其他类型的这种试验，其实它更多的是这种防卫性质的。那你说，如果朝鲜和俄罗斯进行这种大规模的军事演习，那么对于朝鲜来说，刺痛的可能是不仅仅是韩国的神经，可能东北亚所有利益相关国的神经都会刺痛。9月8号，普京向第8届东方经济论坛的参与者、组织者和嘉宾致贺信时表示，俄罗斯愿意与所有感兴趣的外国伙伴建立建设性关系。如今，俄罗斯的向东看政策辐射的区域不仅包括亚太地区，还涵盖拉美、非洲、中东地区的一些发展中国家。作为本次东方经济合作论坛的东道主，俄罗斯如何发挥影响力，与世界50多个国家和地区人士共商合作与和平共赢呢？加强向东看策略，团结全球南方，又能否使其打破孤立和遏制呢？一起来洞察关键。那我们知道，长期以来呢，俄罗斯方面这个战略重点是向西的，但是最近几年它开始向东看，甚至提升为东转战略。为什么它的这个战略发生了这样的转向？沈老师，俄罗斯的现在转向东方是有2个意义。第一个是转向本国的东方，就是要加强远东的开发。第二个意义呢，就是要面向东方的国家。对俄罗斯来说，这是一个既是一个地理概念，更是一个地缘政治概念。就是东方包括亚非拉国家，现在用另外一个说法呢，就是叫全球南方。俄罗斯呢，现在对俄罗斯不友好国家，俄罗斯数了一下，大概50多个，主要都是在美国跟欧洲跟美国了，是吧？其他国家呢，俄罗斯都认为是对俄友好国家，因为这些国家尽管没有支持俄罗斯的特别军事行动，但是都没有参加，也不支持美国西方的对俄罗斯的制裁。俄罗斯都把这些国家看成是友好国家。这些友好国家呢，恰恰就是集中在东方。俄罗斯很早就是觉得要借助中国啊、印度啊、日本啊、韩国啊、新加坡的力量来开发远东。在今年5月份的时候，俄罗斯做出了一个非常重大的决定，就是开放海参崴港。这是160多年来的一个突破。那中国的东北地区呢，有了出海口。就在今年7月，俄罗斯的萨哈林州的州长他在访问中国的时候，又提到，他说他想开放这个库页岛给中国。你怎么来看俄罗斯这一系列的这种想法或者动作？这一系列的事实证明了俄罗斯东转战略对于中国的开放的程度是极其高的，也把中国列为远东地区开发合作的最重要的一环。这不仅仅给中国在东北地区有新的这样的一个通道以外，对于俄罗斯来说也是增加了远东开发的最重要的一个伙伴。除了要加强跟中国之间的关系之外，俄罗斯也在加紧跟印度之间的这种互动，要密切这种联系。就在前不久刚刚召开的这个 G20 峰会上有关这个联合声明当中有关俄乌冲突的内容已经降到非常弱的这样的一个程度了，也没有提到俄罗斯。那您对俄罗斯跟印度之间的关系怎么看？俄罗斯跟印度的关系呢，向来是很好的。
因为俄罗斯跟印度没有什么可以争论的，什么领土纠纷什么都没有啊。好多年前吧，俄罗斯一说到那个跟东方国家、跟那个东方的大国发展关系，经常是把印度放在中国前面的。但是呢，最近几年情况有一些变化。特别是涉及到什么美澳印啊这机制啊，美国的那个印太战略啊这东西，印度参与进去以后呢，俄罗斯呢对印度的有点戒备了啊。但是呢，从经济上来说，因为经济上实际上两个国家的原来的经济合作规模非常小，2015年的时候提出，经过努力要达到300亿美元的那个双边，跟中国、俄罗斯之间以后可能要达到3000亿的，没法比的。但是形势比人强，那个2021年俄印的贸易才130亿美元，突然去年390亿美元了。所以呢，俄印之间的这个经济关系呢，特别是贸易关系，最近1、2年呢，突然发展的非常。本次东方经济论坛正值俄乌冲突僵局持续的背景之下，也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各位如何来研判此次论坛对地区局势的后续的影响力呢？其实东方经济论坛在近几年，由于俄罗斯和西方国家的这样的一个特殊关系，一直被西方国家认定为是俄罗斯地缘竞争的一个平台和手段。其实从这一届俄罗斯东方经济论坛的主题合作、和平、繁荣，就可以看出俄罗斯并没有想要让东方经济论坛成为对抗美西方的地缘政治的一个工具也好，还是冲突的一个牺牲品也好，其实普京一直想把东方经济论坛打造成一个和友好国家，或者说和向战略东转可以合作的国家的一个纽带和平台。在2010年的时候，普京在瓦尔代上发表了一个非常英明的论断。他说，过去需要通过获取领土来达到经济利益跟安全利益，现在只要通过伙伴关系跟友好合作就行了啊！这个想法是非常好的。所以东方经济论坛，我觉得在实现普京这个想法当中，我觉得能够起很大的作用。